有3天就开学了，是不是很开心？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怎么样，开不开心？不开心。早知道你要这么说了，其实我都有应对方案了。这样吧，柜子里面的玩具你随便挑一样，就当我给你的开学礼物了。哎，队长，你怎么没有布鲁克反浩克装甲？我这才买，还没拆呢。等我猜到了就给你。这个阵容一看就知道是复联3的场景。钢铁侠的Mark 50纳米战甲对战紫薯精灭霸。注意看，灭霸的手里还真的有无限手套。而这个套装里面最让我期待的，除了隐藏款之外，就是这个反浩克装甲啦，个头比肩灭霸，而且战力也不低。这盒是最重的，想必就是反浩克装甲啦。果然没错。角色卡做成了电影票根的形式，反浩克装甲块头大，所以零件数也多。在拼凑上我们还是稍微花了一点时间，不过拼完我还是挺满意的。身体细节也很丰富，虽然脖子短短的，但是不影响我们活动。绿巨人你在哪儿？赶紧开麦！谁找我？来单挑啊！两侧肩胛抬起，手臂活动也不受限，而且腰部还可以扭动。白气 pose 来也是帅得不得了。机长合作，我们还是一起打灭霸吧。这个灭霸都没有无限手套，看起来弱不禁风。要是盔甲可以穿戴就好了，我们可以把小人偶放在里面。不过现在嘛，我们只能换头了。Mark 85的头直接换到反浩克装甲上面，也相当于穿戴进去了。咦，看我是谁？手部造型也可以插入火箭特效件。灭霸吃我一招。继续来看第二盒，火箭浣熊，鼻子居然还是单独安装的，这个表情该不会是可以替换的吧？别看它个头小，武器却很强，是一把可以拼装的冲锋枪。这把枪比它还高，它的身体零件和英雄无限系列是可以替换的。这样火箭浣熊就多了几套装甲，孙悟空战袍，还有牛魔盔甲，黑悟空也用上了冲锋枪，看起来还是蛮搭配的。灭霸又有对手了，而最强的还得是我们的这个火箭浣熊新作家。我这可没有给银河护卫队丢脸吧？哎，今天运气这么好的吗？隐藏款钢铁侠的Mark 50纳米战甲，鲨鱼炮背部推进器，全身金属漆涂装，手部还可以喷射火焰，两侧的手臂也更有肌肉感。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7套钢铁侠的阵衣。第一弹的Mark 85、Mark 7，还有救援装甲。第二弹则是Mark 1和Mark 2，然后就是我们第二弹的2个大块头，还有Mark 50。这7套装甲摆在一起还是挺好看的，直接把灭霸都包围了。这次我们又找到了美国队长，正经盾牌、瓜子盾，手臂两侧各有一个，这还是电影真人版的。不过这个样子，复联里面的第2大战力也来支援我们啦！灭霸，嘿嘿，没有无限宝石的灭霸就是好打。哦，天哪，灭霸来了！无限手套，6颗宝石清晰可见，还能戴在我们大拇指上面。打开箱子，直接消失一半。灭霸你也太狠了！第一弹的和第3弹的，我们给它结合一下，创造一个最强的巨无霸。哎呦，脑袋有点大呀，头盔装不进去，将就按上去吧。太搞了！还有手里面的暴君屠刀，哎呀，手型也得换一下，可恶，不兼容，只能勉强拿一下了。哎呀，这秃老头怪丑的。还是把头盔摘了吧！只要我有无限手套，我就是最强。想要复刻复联3里面的场景，我们就只差一个雷神了。电影版呢，还有4个没找出来呢。成年的格鲁特，哇，他这个漂亮呀！全身都用到了数字的元素，一个拳头，一个大手掌，这个手掌正好能包住灭霸的脑袋。使用大招根深蒂固，这才是火箭浣熊的真正作家。冬兵也到了，正经手臂，手里面的机关枪弹夹是可以拆卸的，大腿右侧还绑了一个匕首，嘿嘿，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强了。钢铁爱国者和战争机器一样，其实也属于钢铁侠的战甲。猎鹰最好玩的就是它的翅膀，3段可动，我们还可以调节角度。听说这次他要当美国队长，黑人美腿，没有开玩笑吧？不是吧？肯德基又出新的奥特曼玩具了，而且还是布莱泽大战贝利亚，欧布对战哥莫拉。嘿，这你敢信吗？我看了消息说6月29号啊，这4款就全部要上了。你们想要看哪个呢？本玩具体验官啊，反正是全部拿到了。我们就来看看这4款玩具到底好不好玩。我最喜欢的呢是布莱泽奥特曼，除了有一个布莱泽奥特曼的人偶之外，还有一个底座。看底座上散布的这些碎石块，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它的战斗场景呢是发生在山区。更有趣的是，我们还拿到了它的彩虹光轮。你瞧，果然是7种颜色，插入手掌，向后搬动手臂。哇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胸前的计时器瞬间就亮了起来？此时此刻，我仿佛听到了布莱泽奥特曼的野性嚎叫，发动彩虹光轮。
就是的。对了，大家打败怪兽啊，别忘了这个底座下面还藏着一张。嘿，你也是被布莱泽奥特曼认证过的小英雄了。嘿，等等，贝利亚一副很不服的样子，好像在说你过来呀。这反派登场啊，就是不一样。你瞧，熔岩底座还能发光，仿佛岩浆啊就在脚底下流动。而手里面的武器终极战斗仪，旋转多次，上紧发条，按住按钮，发动大招。布莱泽大战贝利亚，看看谁最厉害！我赚，打不过了，请求我们欧布支援。不一样的男子来了。这个底座玩起来超带劲儿，奥特飓风，手速越快，它这个飓风效果越明显。小老弟，我来帮你了。最后使用终极战斗仪召唤怪兽哥莫拉。别看哥莫拉蠢萌蠢萌的，这4个里面啊，只有他可以发声。看我的拳头快不快？可惜就是手太短了，压根碰不到奥特曼。嗨。救人！昨天我们不是开了一把加特林的水枪吗？这不立马就收到了粉丝的催更。陆姐，你能不能多开一些这样的玩具水枪啊？我爱看，求多拍。哇，这不陆姐立马就把市面上那些好玩的玩具水枪全部买回来了。我给你们透露一个信息啊，这里面装的呀都是你们在游戏里面常选的重武器。你看。第一个就是左轮双枪，2把帅气的9轮手枪，旋转弹夹，我就是双枪电缩一。带了2节充电电池，当然也有个充电器，还有个水管，一个水袋，看样子是要装满水，然后背在身后哦。单枪模式呀，插入单管，一头插枪，一头插水袋，就是这么个造型。而双枪模式呢，需要一个双向出水口。你别看这2把左轮小，但是它的火力却是非常的猛，一点都不输我们之前玩过的加特林。第2把 UZI 同样也是短小精悍，近距离王者。这一把 UZI 我是比较喜欢的，兼具颜值、攻速，还有机动性，能点射，也能连击。打分的话9分。第3个同样是一把小手枪。它的名字很霸气，冰爆电动水枪，不会告诉我可以发成冰块吧？单看颜值的话，确实要比前面的2把枪要帅，很有打击感，也很帅。就是它这个弹夹呀，装水实在太少，换成弹鼓吧又有点丑。不过呢，还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打出来的冲击力啊，是我感受的最强的一个。这一把呢，看盒子就知道它是一把长枪，而且在游戏里面喜欢当伏地魔的小伙伴们肯定对它不陌生。没错，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98K。我买它的原因啊，除了看中它 98K 的外表，另外就是这个弹果装水量一般，但是呢2侧直接可以打开，喝过的饮料瓶啊装满水，直接外接上去就可以当备用弹夹了。哇，一边打水仗，我一边还可以喝可乐。哎，等。怎么冒出来了？万万没想到它的密封性可一点都不好，垃圾根本没有用，这不会给我寄个烂货吧？而且我刚才也试了一下，装好电池了，而且还是满电的状态下，按了没反应。哇，继续看，这也是个大家伙，安好水枪，这个感觉才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相比较我们之前玩过的4款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省电，不用加电池，纯靠手动。这个我都不用扣扳机，只要你手速够快，压强够，它就可以一直射下去。最后数这个长的，哇塞，这是什么水枪啊？上面怎么还爬了一条龙？难道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5爪金龙？同样背后也是带了一个超大的水箱，拧下来装水，这个感觉就像扛了一个火箭筒。哇塞，这感觉好有劲儿啊！还可以点射、连击。最后来问一下大家，玩过的这6把枪里面，大家最喜欢哪个呢？不是吧？现在小孩子的玩具水枪都发展成这样的了吗？来，先看视频。来了，你们猜花了多少钱？220。现在小孩子们都这么有钱了吗？好家伙，怎么还给你送书包呢？还
是迷彩色的。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加特林了。你别说，这个配件还挺丰富的，枪管、水桶、外接水管、充电器，还有充电电池，以及一个小夹子。另外就是我们的说明书了，插入枪管，安装好电池，加入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全军出击。嘿，你别说，这12层还挺远的，我量了一下，10米，免费给你洗车。快跑！看到没？它前面的这个灯管就已经亮了起来。在灯光比较暗的环境下，它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大大大的冒火星子，很有打击感。不过，要是到了白天，那这个效果可是减弱了不少，只能微弱的看到一些火光。这么一对比，我感觉买了个寂寞呀，谁大晚上的玩水枪打水仗啊？在白天压根就体现不出来我这200多块钱的加特林啊，那怎么办？钱不能白花呀。嘿嘿，其实啊，鹿子还想到一个馊主意，不对，是好主意。如果我们把这水箱里面的水变成红色的，是不是也能打出来红色的火花？有道理。滴一滴红色的墨水，这样水就变成了红色。来，开始射击。然后这个加特林啊，它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水箱真的是太小了，打了不足1分钟就没了。不过幸好它不是带一个小书包嘛，这个小书包的装水量啊，相当于我们6个这样的小水箱，可以让我们足足打6分钟，可以说是解决了我们弹药不足的难题。出发！这样在打水仗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过瘾。如果你觉得这个小书包还不够，等等，别着急，咱还有一个无限弹药模式，换上我们的外接水箱，然后把另一头放入水中。这个就别放了啊，这个有点附魔了，得放这里面。无限弹药模式直接开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模式下就没有什么机动性了，只能站在原地喷。但有些聪明的小伙伴就说了，如果我坐在船上，把这一头插入水中，另一只手拿起加特林，嘿嘿，既有无限弹药，又有机动性，那我岂不是无敌？确实，我要是遇到这种玩家呀，我就把他踢出游戏了。你这不是跟我卡 bug 吗？这大隐藏也太好拆了吧！新买的变形金刚积木第5弹，一盒就中黄金擎天柱，你们就说帅不？你别跟我说这是布鲁克的变形金刚啊！我玩这么多年的布鲁克了，真假还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的。但是你还真别说，这盗版的是越来越像了。你不该不会用正版的钱买到了这种盗版的积木人吧？还真有，吓得我先买来了一盒压压惊。到了哟，还是变形金刚第5弹，看这名字起的也太变态了！擎天刚柱黄昏机侠，说是谁教你这么起名字的？还刚柱呢，咋不叫铁柱呢？它这个包装盒啊，应该是模仿的第2弹。第2弹我们的主角可是钢索，而这里则变成了他的擎天刚柱。再来打开盒子，哇，看到这个板件，我大脑直接萎缩了，这也太像正版了吧！你瞧他的脚掌、大腿、小腿，还有关节的连接，这里还有一个小包，我的天哪！怪不得会有人把它当正版呢。然后我们再来拼装试试。拼完之后，我们再来看，哇塞，瞧这身体，如果不是弄成这种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差点我们就分辨不出真假了。不是你说的这也太像了吧？看到这块，是不是有小伙伴就想了？哎，这些零件是不是可以拆下来当我们的配件包来用呢？你瞧，其实它俩大小并不一样。盗版呢，明显零件做的要小一点点，所以要想通用那是不可能的了。接着，我们再把它的头给安上去，你瞧。这块是最明显的，需要安一个小头，然后再套一个外壳，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积木人。但是话说，大哥，你的脸上的银粉也涂太多了吧？怎么这么丑？头的比例也太大了，整个看起来就是头大身体小，显得极度不协调。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面，模仿在像，那也不是真的。看我一个大炮，冲了你！再开一盒，我们看看，这次我们猜到的应该是红蜘蛛。后面有个飞机，只看身体的话还差不多，一套上头，哎呀，好家伙，这是法老木乃伊吗？怎么可以做这么丑，跟真的完全没法比啊！最后我们还是再来看一盒吧，最起码把它的擎天刚柱给猜出来。哎，我好像看到了，哦，这个好像做的还不错哦。身体这块呢，它做不到像正版这样的玉涂装，
所以只能用到贴纸来弥补。贴完之后，人模狗样的，还挺不错的，有点柱子哥的风采。擎天高柱，旋风摩天，疾风战机，别看他们名字起的霸气，在正版面前可是瞬间就失了光彩。大家在玩积木人的时候，可一定要看清楚了，千万别买到这样的盗版货。陆姐，你能不能开一个超大的反浩克装甲？我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能不能送给我呀？我会让全班同学给你点赞的。全班同学给我点赞，你该不会是骗我吧？买了，这可是我从玩具店找到最大的反浩克装甲了。你瞧，光这盒子就大的恐怖，我量了一下，足足有半米高。据老板说呀，拼装之后不仅可动，而且还能发光。来，开箱。我以为这里面都是模型本件，没想到居然只有这3块，下面呢都是这种成品的零件，胸甲、双腿，还有一个大脚丫子。光看这个大脚丫子我就知道，这配起来肯定够大又够帅。这下面呢还有一层，这么一看，我感觉拼装不要太简单啊！而且零件之间呢，并不是通过卡扣来连接的，我们只需要轻轻靠近就可以自动吸附。没错，它的零件里面都带有墙纸，这个过程太解压了，我好喜欢啊！板件上面的零件呢，一部分是用来填充身体的一些各部分细节，另外则是用来组成它的2个手掌。用我们的小剪刀一顿哐哧哐哧的剪，然后擦擦擦擦擦擦，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只小胖手。你别说，这手指的灵活度，谁来了不得给他说一声 very good。最后看成品。看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直流口水？说实话，我也就花了这个数就把它轻松买到了。那么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家伙反浩克装甲究竟有多高呢？这个是我们之前拼过的布鲁克积木，它只有10厘米高，而现在哇塞，量了一下，站直的话高度达到了45厘米，这应该是我买过的手办模型里面最大的一个了。虽然呢它长得是有点大，但是它可以一点都不笨，胳膊可以进行360度的大旋转，手臂也可以摆动，而最灵活的就是它的手指部分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3个关节随意摆动，可以握拳，也可以伸开掌心，下面还有2条粗壮的大腿，也是可以进行翻折。另外它还可以和我们的积木人进行互动。打开头部的驾驶舱，我们的积木人就可以坐进去了。2侧手臂装甲打开，我们就可以露出来里面的镭射炮。绿巨人，你不是很凶吗？吃我一炮！对了，忘记告诉你们了，在它的头部驾驶舱里面还有一个小机关，我们把它的面罩取下来，这里还有个小按钮，按下按钮，眼睛就亮了起来。核反应堆开始运作，激活成功。怎么样？这么帅的反浩克装甲，大家给我打几分呢？看来全班同学的赞，我是顺利拿下了。什么？树上竟能长出新玩具？还是奥特曼武器大盲袋？随手一拼就是捷德之爪，欧布圆环、大隐藏、闪耀利刃，也太难拆了吧！这么多好玩的奥特曼武器，而且还都是用积木拼的，不知道拿回来能不能给我们的奥特曼积木人用一用呢？买回来了。你们看，中间这是谁的武器的？怎么还是隐藏款？看样子像一把扇子，难道是传说中的这个？嘿，来吧，开拆！来，第一个，只有这么点积木块啊！绿色透明的零件，一看就是枪头的部分，1颗、2颗，现在已经有了枪头的雏形。接下来再给它安上枪柄，接着再安上一个小转盘。这是谁的武器啊？都装到这一步了，我都认不出来。完了，调个方向，大家是不是看出来了？这不就是赛罗火花吗？虽然造型朴素了点，但还是可以做到形式的。再来第2包，说实话，这些武器里面我最想猜到的是这个黄金版的，看起来就是银河奥特曼的火花枪，还是黄金版的。每次的积木块数都不是很多啊，毛坯的话我都感觉可以拼出来。这次有了贴纸的加成，就是不一样，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欧布的头标长矛，上面的2把小刀刃还可以展开，这个还原度算是不错的了。看它这些零件组成，不用拼我都能猜出来。这不就是被老黑的终极战斗仪吗？一个棍子，两边各插2个蓝色的小零件，再把黑色的积木砖给它铺上去啊！反派里边最强大的武器，可以控制怪兽与外星人的终极战斗仪，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制造完了。看样子我都可以批量的生产贝利亚了。这
这个里面有很多金色的零件儿。没错，我找到了，就是封面上的那个黄金长枪。认了半天才知道它是贝塔闪光圣剑，这可是由初代奥特曼的贝塔魔棒和迪迦奥特曼的火花合金结合而成的超强武器，可以轻易的破了怪兽的装甲。这么一看，是不是想起来了？这一次我们猜到的是泽塔光弩，上面的刀刃通过积木还实现了可动，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它变形，直接变成了一把战宝剑。这个感觉比电视里面的还要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泽塔巨剑，拿在手里面还真的很搭配。哇，看我的大宝剑！哇！接着我们又拿到了泽塔奥特曼的终极升华器，瞧，上面还有他的奥特签名。这个才是真正的银河长枪，和贝塔闪光圣剑这么一对比，确实长得还蛮挺像的。继续，特利迦奥特曼的闪耀利刃。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下面的3色水晶，分别代表了它的不同形态的力量。它的造型啊，又像一把扇子，又像一把短剑。可惜这里没有绷带，没法绑在我们的吉姆人身上。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猜出来9款武器了，只剩下来这3款没有猜出来了。好家伙，又来一个重复款。看它下面这个淀粉上，我就知道了。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有过啊。哦，原来是捷德之爪，这大钳子多么像螃蟹的爪子。这剩下一包啊，最后了。拼好之后，原来就是我们的欧姆圣剑。转盘上面还封印了风火水土4种能量。不愧是我们的第1代挂王，全部都猜完了，这就奇怪了。欧洲灯上面的这个红色武器又是谁的呢？我的个老天爷呀！电影里子弹拐弯的场景，竟然在现实中轻松实现了，还是在玩具里，只要扭转发射口就能随心改变发射方向，这也太黑科技了吧！说实话，这玩意儿我也就在电影里面看过，但是他现在居然跟我说，一个玩具里面居然可以实现这么高科技的功能。这不妥妥骗人吗？买了，我们就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哇，这个造型倒是蛮独特的，和我们之前玩过的传统发射器的造型完全不一样。这里写了，要14岁以上才可以玩，低于14岁就不要碰了，看路子也玩就可以。当然了，顺便你就点一个小心心。这是什么造型？我想起来了，你看它的这个样子，像不像是半把弓箭？如果我们买个2把的话，正好就是1把弓。在它的下面呢，有一个超长的弧形握把。这个握把除了可以方便握持之外，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它的下面可以装弹。没错，就是这些软绵绵的弹力球 ，QQ 弹弹的，特别像我小时候吃过的 QQ 糖，1颗、2颗、3颗、4颗，总共可以装12发。在扳机的上面还有一个安全锁，我们需要给它解开才可以按动。而它最大的黑科技就在于它的发射口，只要调整发射口的方向，我们软弹的路径就可以随之改变，不是吧？就这，然后就能改变软弹的方向。你们看出来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吗？走，出去试试。先试一下打直线，哦，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发射口向右偏，试一试。果然发生了偏移，不过呢，偏移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呢是在最后尾段的时候才偏移出去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搬到左边试试，果然也是一样的，弹道路径确实发生了偏移，但是呢，感觉偏移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它这个玩意儿发明出来到底有什么卵用啊？不过我依然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给大家看一下发射口，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凸起的小软件，搬到左边它就可以向左偏移，搬到右边就可以向右偏移。不过这就奇怪了，当我们打直线的时候，它同样有这个小凸起的障碍物，为什么没有偏移呢？搜狗摩托车水球大战，你们猜一下，如果搜狗摩托车跑直线轨道的话，可以炸破多少个水球呢？我一共呢摆了有40个水气球。大家也知道，搜狗摩托车呀，你别看它小，性能可是杠杠的，所以我敢打赌啊，它至少可以炸破25个水气球。好了，接下来就见证奇迹吧。搞错了，再来。搜狗摩托车出击！这就奇了怪了，我原以为4个只是它的起点，没想到却是它的极限。我真的试了好几次，最终也只破了4个。看来这个水球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爆炸的瞬间，可能对我们的搜狗摩托车就形成了一定的降速。
这样吧，我们把水球换成普通的气球来试一下。你看，这是不是很简单？简直没有任何难度啊！轻轻松松5个直接过。这样吧，我们给它换个方向，我们看一下搜狗摩托车如果往起蹦高的话，能不能扎破5个气球？我用指针量了一下，如果扎破第一个的话，起码跳到了40厘米高，依次分别是50、60、70、80，而80厘米据说是搜狗摩托车蹦到最高的记录。这次我们所用到的所有套件啊，都来自于搜狗摩托车的临海纵横系列套装，这里面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轨道，可以让我们轻松的实现蹦高。轨道呢，大家可以任意组装，只要往起蹦的最高就可以。我这个轨道用了2个加速环，肯定跳得最高。哪里？哇塞，3个蹦高了60厘米，太帅了，太帅了，真的太帅了！来，再来一次，看看能不能扎破第4个。哈，最高也就3个，看来这个记录啊还得我破。这次我用的轨道比较简单，就中间有个圈用来加速，剩下直接起飞。来，让大家看看我的战果如何。预备，开始！最后一个机会啊，我一定要超过他的3个球。哎，算了，还是别看了，有点丢人。兄弟们，看这是啥？布鲁克变形金刚第4弹，咱就说这大隐藏震荡波哪有塔恩帅啊？有没有人用隐藏换？不是哥们儿，塔恩都这么帅，布鲁克你不要命了呀？买了，看这个封面就知道，塔恩妥妥的 C 位，而大隐藏震荡波只能靠边站，怪不得听到好多的小伙伴都在说大隐藏不要了，凯恩必须得带走。话倒是说的很狂，不过大隐藏你有了吗？第一包先来个开门红，看看是谁。嚎叫龙形，看它龙形的零件啊，跟人形也是不能通用的，所以我们最多也就能把它的上半身给变出来。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恐龙小队又有新成员加入了，看来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凑齐了。哦，通天晓，通天晓，咱之前也猜到过呀，是通体白色的擎天座，而这个则完全不一样了。你瞧，肩膀外侧加装了导弹发射器，手里面还握了一杆激光炮。汽车人又来了个烟幕，是一辆赛车的造型，背后还有2个赛车门，上面有一个明显的数字编号38。希望最大的就是中间这一个绿色的铲土机。八天虎的成员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四肢都是绿色的，而且还有轮胎，而中间的胸甲则是紫色，上面除了有八天虎的标志之外，还有一些电路标志和平显。而它最好玩的部分就在它背后有一个铲土机，还是3连动的大铲子，铲。这一包够炸呀！紫色的，怎么还有个小皮管？糟了，震荡波的普通款。大家都知道，震荡波的实力在霸天虎里面至少也能排个第2。加农炮手臂，再加上背后的核反应堆，发出来的能量波，不是谁都可以扛得住的。你瞧，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导管啊，没想到就是它的连接器。另外，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武器——太空枪，这个做的也是非常的还原。更换上我们的握持手型，又一把武器到手了。别惹我哦，我现在可是强的可怕。看来隐藏是没戏了。又是紫色，难道隐藏是他？哦，塔恩，不愧是黑狗队的首领，一股刽子手的味道扑面而来。你瞧，头上戴的是面具，肩膀两侧则是双重履带，背后还背了一个双管炮。这个炮我们也可以给它挪上来，炮弹稍微倾斜啊，就可以做出发射姿态。另外，我们也可以给它拆下来，放到肩臂，配合武器，我们稍微变动姿势。哇塞，你就说这不比大隐藏帅吗？嚎叫人形，这应该是第4弹里面最可爱的2个角色了。黑柱暗天云，这次的武器可是超级的帅，两侧都有激光大炮，双手齐发。我就奇了怪了，这第4弹的反派为什么一个比一个帅呢？你让我们的汽车人还怎么打？最后吊钩登场，他应该算得上是马蹄虎的小队长了。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吊车的吊钩，上面有个球形关节，我们可以给它随意调整方向。至此，我们马蹄虎的成员就算是全部集结完成了。这第4弹果然是添了不少坑，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把这6个组合成大力神呢？期待！我真是服了，这是我买的超炫电光王，怎么样，帅吧？再看我弟买的，这傻子是买了个盗版货回来吗？没开玩笑吧？
啊，黑金版的超炫电光王，这你都不认识啊？6一儿童节可是有粉丝点名了，让陆子野测这一款啊。你瞧，这不就刚买到吗？只看这个包装盒就感觉档次不一样。瞧，金丝勾边纹路，勾勒出来了超炫电光王，让我特别期待他的实力究竟如何啊！出来吧，炫卡都是超炫电光王黑金限量版，整体的颜色可以看到是黑色和金色为主，然后中间有一些白色的点缀。就他这个气质啊，随便站在一旁都感觉像一个反派大佬。也不知道他的故事情节到底是咋样的？难道下一个反派就是他？超炫电光王，你怎么也叛变了？而且他的卡牌也是黑金配色，试一下他的卡牌能不能发生？出来吧，超炫电光王！他的变形，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了，跟绚蓝闪电、超炫电光王的步骤是一样的。我想对于炫卡斗士的小粉丝来说，这样的变形简直毫无压力，简单几步我们就可以变形成汽车形态。变形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绚蓝闪电的3个不同的汽车形态。这个是它的原始状态，原始状态下它的名字就叫绚蓝闪电，以蓝色、白色为主。而进化成超炫电光王之后，车壳的部分零件则变成了透明的蓝色，轮胎则变成了金色轮毂。而最后的黑金限量版，其实它看起来更加的帅。车身上面增加了警车的标志，车尾两侧、车头还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标志。最后别忘了，它还有4肢，也可以变形合体，和卡牌合2为1。炫卡之旅，现在就出发。终极爆裂超炫加速，然后是迅捷子弹和闪电暴击。如果有人下次问你一共有多少个炫卡斗士，那么你就可以自豪的告诉他，一共有14个。别忘了，还有黑金限量款的超炫电光王哦，知道这个的可不多哦。